男人突然被歹徒蒙上头劫走，然后就被带到小黑屋里，用球棒性侵了。却不料他的未婚夫的父亲竟是一名警察，这一下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后来男人被送往了协和医院，诊断发现他不仅眉骨碎裂，而且直肠也撕裂了。对此警察十分重视。然而男人并没看清歹徒样貌，只听见他们说话带口音，并且还知道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但这已不是第一起反被犯罪了，2周前就发生过另一起，作案手法也是一样。受害者是在一家 gay 酒吧外遇袭的，不过有人感觉这像是一种黑帮入会仪式，于是根据这个推测，大家展开了调查。结果很快得知，第一名受害者看到了歹徒有纹身，很像是某个黑帮，并拿到了他们的画像，准备让男人指认。而依据歹徒知道男人的名字，警察父亲推测他和黑帮成员打过交道，但是儿子替自己的男友否认了，那就是他的家人混黑帮了呗。结果最后男人表示自己的表妹夫是混黑帮的。随后警察就来到了他表妹家，强行搜查了起来。虽然她的丈夫不在家，可却找到了一把手枪，而有了这个就可以非法持枪罪逮捕嫌疑人了。就这样，表妹夫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警察也直接发问：你想加入帮会，但他们逼你献祭一名同性恋家人，所以你用了球棒对吧？不来小伙大喊我没用球棒，可这话一出口就露馅了，这表示他当时在现场。然后警察就让老实交代，但小伙仍是坚决否认。却不料警察有的是方法对付他，接着就直言：那我就说枪是你媳妇的，非法持枪可是重罪，最少判1年，这样你媳妇可就要在监狱里生孩子了。如果你再不老实交代，我就去告诉你媳妇是你出卖了她。结果小伙当即扛不住了，赶紧承认枪是我的。但这还不够，警察要知道整个案件的真相，否则枪就是你媳妇的。这下小伙是彻底淹了，最后只能老老实实供出了所有同伙，而警察也一一将他们全都抓捕归案了。看似这起案件就这么轻松破案了，但令谁也没想到的是，当晚又有一个男人被蒙住脑袋袭击了，而这才是一件真正的变态案件。可不同的是，受害者称自己不是 gay， 更没有被侵犯，仅是被球棒打了裤裆。至于歹徒的样貌也没看清，只记得被带到车上后闻到了一股泥土味。但当警察让他回想被袭击的理由时，广坤竟直接说不知道，并表示不想起诉他们。对此警察也不好说什么了，可却并没打算就此停止查案，但也看出这不像上一起案件，所以猜测也许有人想将殴打伪装成反被犯罪。而目前查到的信息显示，广坤是一名高中老师，最近刚与律师妻子分开。那既然是分开，妻子肯定有所不满，说不定他知道一些内幕，因此应该去找广坤妻子谈谈。而妻子也证实丈夫不是 gay， 不应该属于反被犯罪。于是警察只好问起他有没有什么仇人，结果也被妻子否定了。那警察只能又问两人分开的原因了。不料妻子称广坤总是频繁换工作，刚结婚时他在华尔街，但3年前广坤说生活中没有乐趣，所以想当一名老师。然而出人意料的是，3周前他又突然辞职了，理由是又想干点别的了。而得知这些后，警察立马觉察出广坤辞职的原因有问题，随后就找了学校的校长，想打探广坤辞职的缘由。哪知就在这时，级部主任乔安恰好来找校长，而他正是广坤的直属上级。于是警察便直接问起了乔安，同时明言是因为广坤昨晚遇袭了，所以想知道他在学校有什么麻烦，也许能找出袭击动机。不料这时校长突然打断，称辞职原因是机密，但乔安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见状，警察当即声明立场要他配合，可哪知校长根本不管，仍是强硬拒绝了。对此警察也不能强迫，不过也都看出乔安好似有话要说，两人很是不甘心。而恰巧在楼道里看到了一张广坤、乔安3人的合影，中间的电灯泡看似好像很友好，或许他知道一些内幕。随后警察便找上了电灯泡塔兰，忽悠他：我们已经知道广坤辞职有问题了，你最好老实配合，如果不举报会丢掉教师资格证的。见状，塔纳赶紧澄清：我一察觉到异常，就上报学校行政部了，再多的他也不敢说了。不过这也确定了广坤辞职确有问题，于是警察便又回派出所审起了他。起初广坤还是不承认自己做过什么，但在警察冷冽的注视下，终于说出3周前乔安让我去校长办公室，他们说有一名学生指责我，但却不告诉是谁指责什么。而在教育系统里，被指责就等于有罪，所以我就主动辞职了。对此，本森根据经验猜测，广坤可能是猥亵了学生，结果家长发现后便狠揍他一顿，并伪装成反被犯罪。但搭档看着广坤不像性犯罪者，可本森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因为最出色的性犯罪者会融入环境。而这时其他人也查了所有学生的背景，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所以如果广坤猥亵了某个学生，肯定不会选他们，并且富裕家庭不会让学校掩盖此事。因此广坤的目标应该是一个蓝领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而符合这些条件的确实有几家。然后警方就决定先从这样的家庭入手调查，哪知他们走访的第一家就是从事农产品经销的，他的货车很符合带有泥土味的条件。随后经过简单的恐吓后，男人便承认了，就是我打的广坤，谁叫那个变态猥亵我儿子呢？就这样真凶算是找到了，可案子又牵扯到了猥亵男童，所以警察必须全部调查清楚才好定性。起初被猥亵的男孩不想再提痛苦的经历，但警察也言明父亲是为了保护你，才面临人身攻击和谋杀未遂指控的，所以为了帮他，你得告诉我们他为何针对广坤，这样检察院就会重新审视此案。于是玉田便说出了事情经过：1个月前广坤老师让我放学后留下，谈谈成绩下滑的事。You said he'd look out for me if I looked out for him. What did he mean, look out for him?
不用说就是那意思呗。随后根据玉田的口供，警察立即以性侵未成年人罪逮捕了广坤，但他却坚称绝对没有侵犯玉田。可本森证实玉田说了有。结果广坤竟很是震惊，辩解让他留校只是为了帮他，但本森不听，一口咬定你就是想占一个脆弱学生的便宜。In my experience, boys this age, the stigma of homosexuality don't usually make things like this up. 不过搭档还是退了一步，想问问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但广坤坚称我不是 gay， 也不是恋童癖，没有误会，我只是担心他的成绩而已。可本森仍是不依不饶，就是要逼广坤坦白，直到妻子给请的律师来到后，才结束了这场折磨。虽然其他人觉得广坤不像在撒谎，但本森坚持这是恋童癖惯有的伪装反应。然而检察官认为也要核实玉田的话是否真实，先查出他都告诉过谁，什么时候，为什么。随后警察就又来找了校长，不料他还是以保护学生隐私为由拒绝交代，结果就招来了警察的威胁，这才不得不坦白。哪知玉田事发后先告诉的竟是塔纳老师，于是警察就向他了解详细经过。塔纳这才表示3周前我在讲性教育课时，玉田的脸红了，我看到他眼中含泪，因此第2天我问他了。一开始他不想说，可后来他说寒假过后，广坤老师曾拉开自己的裤子向他求欢。对此警察让塔纳详细描述。Mr. Sims asked Luca to put his hand on his penis. When Luca said no, he started touching himself. I was shocked, obviously. 然后我就汇报给了校长，而接下来得知这件事的就是乔安了。他自称是在校长办公室听说的，当时塔纳和玉田都在。玉田说广坤暴露自己，把手放在他的那东西上，可是这话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警察立马确认是玉田的手还是广坤的手，结果乔安被呛了几下后，赶紧改正是玉田的手，但警察还是注意到了，接着问玉田是否可能在撒谎。不料乔安立即否认了，表示玉田整个学期都在挣扎，我找他谈过几次，他不像说谎。可当本森问你有没有怀疑过广坤和玉田的行为后，乔安称没有，并表示事后很好奇广坤为何突然决定当老师了，显然这是意有所指。结果最后本森认为学校为了保住名誉，所以遣走了广坤。可搭档有不同看法，因为玉田交代的和他对老师们说的不一样，老师们也说不清楚是谁在什么时候摸了谁，所以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查清。就这样他们又来审问了玉田，而玉田又重复了是他让我摸他的，不料这却引起了母亲的反感，斥责警察不相信儿子。可警察必须澄清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 Mr. Sims pulled out his penis. Yes. Did he drop his pants or just threw the zipper? He dropped his pants. Okay. So then what happened? He asked me to touch it, but I didn't, so then he touched himself. Okay. Was he erect? I guess. You guess. Okay. Can you describe his penis? I don't. Was he circumcised, uncircumcised? Can you answer that question, Luke? No, I don't remember. Wait, did you see his penis at all? No. I mean, yes. Son, you're gonna have to go in front of the grand jury, right? You need to get your details straight. I have to testify. 玉田突然慌了，拒绝再回答。母亲也开始撵人了，但警察仍不依不饶，坚称不说明白就没法信你。可还是被母亲赶走了。不过这足够让两人看出玉田是在撒谎，就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了。事后本森分析，也许他是不敢说实话，理由是玉田说广坤是1个月前猥亵他的，但他的成绩是在此之前就开始下滑了。如果玉田真的碰到了什么事，那比他说的时间早多了。哪知就在这时，玉田母子突然来到了派出所，看来有情况。不成想玉田竟是来坦白的。他承认之前不敢说实话是害怕一个人，就是级部主任乔安。如果我说是他，就会被他开除，所以只能让广坤背黑锅了。我也不知为什么会脱口说出是他。既然话都说到这了，警察就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玉田这才吞吞吐吐说出是乔安让我跟他发生关系，一次是在办公室，还有一次在他家里。而鉴于玉田撒过谎，警察让他证实，然后玉田就详细描述了乔安家卧室的样子，还提到床头柜上有本书，书名是《珍珠》，但这还不够，警察还要知道你看过他裸体没有。结果玉田顿时想起乔安大腿内侧有个像问号的胎记，这次看来他好像没说谎了。然而检察官仍存疑，毕竟玉田刚虚假指控了一名老师。可两位警探这回也是看法统一，毕竟玉田提到了很多细节，只要去搜查乔安家就可以证实了。就这样，检察官被说动，先发了搜查令。不料起初乔安还想阻止，但随后警察就甩出了搜查令，强闯了进去，直奔卧室而去。结果进屋一看，一切都与玉田描述的一样，并且床头果然放着那本书，这下证据确凿了。随后警察就把床单打包了，也许上面留有 DNA， 同时也拍照取证了乔安大腿上的胎记，这也与玉田说的一样。乔安立马变成了恋童癖。随后警察就对他进行了审问，但乔安声称玉田只是一名普通学生，从没有去过我家。可看到警察质疑的目光后，他又大喊玉田在说谎。然而玉田详细说出了你卧室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对此乔安也不知道。还有他知道你大腿上的胎记，他怎么知道的？乔安仍是不知。不料就在警察继续审讯时，乔安突然整个人都不好了，就这么突然晕倒了。见状，警察急忙喊了救护车，弄不清这又是咋了。但事后本森认定乔安就是恋童癖，然而检察官也严明，毕竟玉田骗过警方一次，
所以除了他的证词，还需要其他证据，那就可以再调查下乔安。不过现在已知他3年前曾任职过另一所高中，而本森一听，立马提议查乔安离职的原因，结果检察官当即就同意了。不料上一所高中的校长也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透露，然后警察又使出了惯用手段，威胁一旦发现他有危害学生的行为，就起诉你包庇罪。哪知校长竟笑了，声称没有这回事，纯是乔安自身的原因。结果警察更好奇了，最后校长还是透露，乔安当时爱上了一名女教师，可不成想对方竟辞职结婚去了。乔安就在那时候崩溃了，再待在这里就太残忍了，所以他辞职了。因此这么看，乔安是 gay， 也就是说他似乎对男人或男孩不感兴趣。但检察官疑惑玉田是怎么知道胎记的，对此本森猜也许是与乔安亲密的人告诉他的。可检察官更纳闷了，那乔安为什么不解释，非要背黑锅？于是为了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森特意带着鲜花来医院看望了乔安，并趁机问起了缘由。但乔安一口咬定没有碰过玉田，而本森也表示相信，可还需要解释他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的。 He's never seen me undressed. He's never. Okay, so someone else has. Is it possible that maybe somebody else that you were involved with betrayed you? 而这正戳中了乔安的内心。随后在本森的劝导下，乔安缓缓说出了经过，称去年5月和塔娜成了好朋友。本森则当即明白了朋友的含义。果然后来塔娜去过乔安的家，本来俩人交往很亲密，哪知很快乔安就意外看到塔娜和玉田在图书馆乱搞。 She turned to me with such a look of sadness. She promised she would stop. But she didn't. No, and then the next week they took me to Mr. Overby's office and Luca accused Rick Sims. Luca is very clever. He was worried that I would say something, and so he accused Mr. Sims. He came up with a cover story. Yes, and look how well it worked. I mean, how could I say, no, it's not Mr. Sims, it's Natalie? If I had told the truth, it would have destroyed her. 却不料塔娜根本不承认和玉田有染，他辩解乔安看到的是我在安慰玉田，因为他被乔安伤得很严重，乔安对玉田做的事太糟了，并且还表达了同情。但警察立马问是不你告诉玉田胎记的事，哪知律师接话称恋爱关系是乔安幻想的，那个女人情绪不稳定。接着警察又问你去过乔安家没，对此塔娜也否认了。不料本森又拿出了他送乔安的书，结果塔娜还是不承认，反正就是坚称玉田是被乔安侵犯的。而对于他的表现，警察已看出了塔娜每句话都在撒谎。 真相应该是乔安撞见他和玉田乱搞后，他俩就陷害广坤作为掩饰。至于为什么选广坤，因为他刚入职，是个局外人，而现在败露后又陷害乔安。但检察官也指出，可现在被告人是乔安，而乔安情绪又不稳定，因此本森建议现在不能起诉乔安，可以先将真相告诉学校和玉田父母。不料结果却很是气人。当监狱里的玉田爸得知真相后，他似乎很骄傲，因为虐待儿子的是个美女，起码不是 gay， 简直太双标了。可哪知突然传来了坏消息，玉田竟然走极端了，他劫持了塔娜，这到底是又出了什么事？随后警察立马赶到了现场，对玉田进行了劝降，开导他是塔娜玩弄了你，你只是个孩子而已，放下屠刀后前途还会很光明的。结果玉田却当场坦白，我本来买了2张火车票想和塔娜私奔，哪知他竟回绝了，还要和我断绝关系，让我不再提及。我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可他居然笑了。他说在外地有未婚夫，而且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爱过他。对此警察表达了同情，并不断劝玉田放下屠刀。总体来说他也只是个孩子，都是因为没能抵住美色的诱惑，才铸成了今天的大错，知道悔改就好。而图图警探就郁闷了，虽然凶手都已经伏法了，可儿子的男友却因为内出血动了大手术，不仅昏迷不醒，并且以后也不能正常生活了。本来马上要成为一家人了，哪知却摊上了这种事。